这一家装间房是。是的，Monkey 上来 ，Monkey。龙门架最终晾衣架，向外常常说这个龙门架不好弄吧？什么叫不好弄？这还，你说的是操作呀，还是就是安装啊，还是怎么着？光不太好。变年轻了，是的，就是把头发染了，然后胡子也刮了，所以就年轻一点。这光不行啊，这光。这样补光就补回来了，要不然脸的颜色习惯了说。哎，对喽，这样就行了。这边光还是不行。这边光它照的就是就是脸，就是你们可能要懂光呢，就知道就是
这光它照的就是脸，就是会有那个，对，会有那个，就是阴影部分，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说要是让自己好看一点的话，就是尽量就是脸别有这种阴影啊。就是那种肌肉年轻的，可能它有阴影会好看一点。像我们就是尽量就照的就别弄一些。范新阳，你小点声，你再叫你就出去了。都10点了，还不能烧那样。有层次感，是的，邻家小孩不是我侄女，我亲侄女，我亲哥哥家的孩子，就比较就是父母从小也不教育，所以就是你们口中的那种就是讨厌的小孩儿，对我是会觉得就是说像这种孩子确实招人讨厌啊。就哪怕是自己亲哥哥家孩子，我也是忍不了，就是不乖的小孩真的不招人喜欢。几岁了？4岁。4岁的小孩，我觉得几岁不是理由，他就是不懂事儿，他就是没教育好，那我就得教育。孩子小不是你扰民的那个理由啊，对不对？你现在都10点了，对不对？不怕我哥哥有意见，我不怕呀，因为因为这是我的房子。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说我管你孩子你不愿意的话，那你把孩子领走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是很现实的，对吧？这是我家房子，那你如果觉得说我管你孩子你不愿意，那你把孩子领走，你不要把孩子放在这儿。本身我也喜欢清静。如果说你家小孩是乖的，我比你还宠他。但如果说你家小孩不乖的话，他起码就是得给他立规矩啊。这孩子不在你跟前儿，那他在我跟前儿，他就得听话，不听话就领走，不要在这儿。而且人四周邻居，凭什么忍受这个东西啊？对不对？所以就小孩子，你给他树立什么思想，他就会遵守什么样的规则。所以就是不能惯着啊，特别是越小的孩子越应该。你像我，就是我大家都知道我养了一只那个拉布拉多嘛。我的拉布拉多在家里从来不叫的。你想想狗一般就是在家里是会叫的。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都住那个高层嘛，就是可能就是会如果狗叫的话可能会扰民，所以我家狗现在就不叫的啊，它从来不叫就是你就得教它。这狗狗这个东西它叫是天性，对吧？你像孩子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淘气是天性，但是你在所谓的就是说这个人居住的环境里边，那你就得尊重这个规则，你要不然你就该怎么地，是不是？现在很多城市都不就是很多，我觉得爱狗人是挺多的，但是讨厌狗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怎么样能在这帮人的偏见里边让狗狗在城市里待着？那你首先你就得就是
就是自己要管教一下自己家的宝贝，对不对？就像孩子也是一样。你看现在孩子，其实是越小的孩子，现在网友是越讨厌的。对，就真的很讨厌孩子。是的，他要叫的话，你就揍他呀，你揍他完了，他就知道他就爱不学叫他就因为这些都是教出来的没有说孩子什么是天性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是天性你可以是天性，但是你有时间的天性，你天性你半夜你嗷嗷喊邻居怎么看呢？对不对？回家了吗？你说谁呀？我在哪儿过年？我在惠州，我在惠州。小大夫在里边趴窝呢，抱窝呢。他每天他就是没啥事的时候就在被窝里那个玩玩手机。我刚才还说呢，我说你好像那个坐月子，好像坐月子，因为近期其实近期就过年了嘛，就是过年了，然后那个过年你家杀猪吗？就这种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聊真的穿短裤吗？短裤不能穿，短袖可以穿就是你在屋子里短裤，我觉得还是不能穿，短袖可以短袖是可以的。像你看我穿的就短袖。再一个小男孩其实不应该穿的下半身不应该穿的太少，要不然你们都懂的，拉拉尿不行咱们没到岁数。你就说你不在农村没地方养猪，这还用说吗？来上来。我为什么有的时候直播无语呢？就是有的人他经常看我直播，他经常看我直播，然后他就问一些就特别稀奇古怪的这个尬聊的问题就这个人问我说那个家里杀不杀猪的这个就是哈尼山仔，看我直播至少2年这个人看我直播至少2年，后来又他妈看那个小大夫直播。天天在这看直播，然后不知道我在城市吗？他就是一种，就没屁搁了嗓子，用我们东北话，他不是一个贬义，他就是那种就你看见你就不想回就好比就是有特别熟悉的人有特别熟悉的人问你说那个，你为什么叫百里啊？对，就是很无聊就不想回。喜欢2年，每个作品都喜欢。什么？惠州应该不太冷，北方冷的要命。可以搜一搜，可以搜一搜那个地理。你像我没事睡不着的时候，我真的会搜什么近现代史然后什么宇宙动物就我都会搜，我就是没事我就搜，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想了解很多很多事情，什么宇宙黑洞就这些东西那抖音它其实也是一个学习，不光是你们看小哥哥的这个平台，有的时候就是在里边能搜到好多呀。你像我装修的时候，我有好多不懂的东西，很多机器不会用，都是在抖音里搜学呀
好长没看我直播了。我前2天还看着一个人，又关注我了，就说明他取关我了，完了又关注我了。就我不知道这个人他又发生了什么，就是我非常讨厌这种行为，就是能不能就取关了就别再关了啊，就取关了就别再关了，你关了我能看见。你取关之后，你再回关，我能看见，我不太喜欢这种反反复复被挑选的感觉啊，就是你可能看了别人，完了就觉得别人不如我了，完了又找我这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因为我其实对你们的名字其实我都有印象，比如说就是那个二憨憨我没有印象，九哲和香辣小土豆我对你们都有印象，你们之前都是在关注我的，突然有一天我在看那个就是新粉丝的时候，然后看到你们的名字的话，我当然我会知道你们取关了，然后又关注了，对吧？因为你们总出现我会记得，对，会记得你们的名字。下个月我们一起吃饭，什么乱七八糟的，现在涨粉快吗？什么叫涨粉快吗？你咋这么白？我这补光灯，补光灯，这个补光灯。能看到关注我多长时间吗？你们进群的时候能看见，你们进群的时候我是能看见的。你打算开始健身了吗？没有，这就是装修的时候我就是规划的这个，一定要有个健身房。所以这不是代表我要装修，我要那个健身了，是这个房子里一定会有个健身房。想过来泡温泉，假期开始时找你，找我干什么？找我干什么？就你们进群的时候，我都能看见。就是我一般就是新粉啊，我都会让他沉淀沉淀，然后再拉他进群。因为有的时候新粉就是不太了解我，然后进群以后，然后可能又会看直播，然后就会，就是会比较不知道该说什么。一般都是关注了100天以上，我可能才会拉进群，因为就一个群，现在还满的。可能陆续的会有一两个退的，完了我再加别人，别的我也不想，别的群我也不想弄了啊。这个号后面关注的，之前号，我前2天看你的网剧，高分，网剧看的哪一部啊？对，我跟大虎拍的是第1部，3部都看了。家里有一个健身房，但这个健身房因为安装师傅，我觉得他不太专业，所以我也不敢用。就是我买完了以后，就安装师傅，我就觉得还有那个商家就极其不负责任，所以安完了以后，我怕会有安全事故，所以我就一直不敢用。那个商家也不管不顾的那种，就是对。等过一段时间，因为我有好多的那个健身教练的朋友，然后让他们来家里，就是看一眼，看一眼，然后确定能不能用。对，
这些东西都挺沉的，所以就很怕就出安全事故，对吧？微博不更新了，对，微博早就不更新了，微博那个账号我都忘了，因为那个微博好像是绑定手机号，然后，就那个手机不用了，然后又不知道密码，也不知道，我现在那个账号我都忘了，密码我也忘了，所以就是，早就不用了，健身教练好多也不懂，都是等。我有很多的，现在很多的健身教练其实他都是自己开工作室，分了吗？没有。对他们会。刚才我还跟那个小大夫说呢，我说，哎呀，那个，我一直在抱怨他嘛，我说你也自己长个心眼儿，我说那个，就那个，为什么总人判分手？可能喜欢小大夫吧。然后那个我就说，你现在连个房子都没有。我说25岁的时候，我在25岁的时候，我特别渴望拥有自己的房子。他今年也25了嘛，然后他也不着急。然后我就在那个惠州看那个10几万的房子。我说，哎呀，我说那个10几万的话，首付才1、2万、2、3万，然后月供才几百块钱。我说那这多好啊！我说你好歹有个家。我为什么让他最近就是想让他就是有一个房子呢？因为最近过年嘛，就过年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亲戚过来，像我自己家的家人的话都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就是小大夫在家里还 OK 的。但是你像亲戚如果过来串门的话，人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家里有一个小男孩呢？如果说远方亲戚会过来住几天，这个小孩一直都在，那其实就是会有一点点难解释。所以我就说，那这种情况下，小大夫肯定要回自己家，或者说，对吧？他要那个就是，去别的地方住几天。那其实我心里其实就是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太好。对，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把小大夫撵走了，我会觉得小大夫可能心里会有点不舒服，对吧？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你有一个房子，你好歹你有个去处，而且小大夫的家庭情况其实，就是他爸爸再婚了，所以他跟他的那个所谓的后母亲后妈关系也没有那么亲近。我说那你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要有一个家的感觉才好。然后我感觉他也听不进去。没出柜吗？在说什么呢？没有看我直播吗？是我刚才说的东西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吗？我刚才说的东西表达不清楚吗？为什么是说什么没出柜吗？这问的问题，出柜时会不会有亲戚说闲话？你的问题我就很难聊，就是我还是很难聊，我就觉得我直播，其实我真的我会觉得很难聊。你就像这个问题，出柜平时会有啥亲戚说啥闲话吗？你出柜是小范围的出柜，你不是告诉每一个人，你打电话说，哎，三舅啊，我是 gay，哎，四舅吗？哎，那个二婶家的那个表姐呀，哎，你好，你不神经病吗？自己家人肯定不会说闲话，那亲戚他也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直播很难聊。我就直播很难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怎么去理解的啊。那你建议大学生出柜吗？你有啥出柜的资本？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有什么出柜的资本？
你是想干什么？你出柜？就是你出柜了，你有什么资本去出柜吗？我想请问一下。真的交流不了的啊！你就像这个人，就这个鹏仔儿也是，小芝麻里可温柔了还撒娇，就这种人我也交流不了，因为他连剧和现实他都不知道。那我们演剧的话，那我们真得病了，那我们还真的得病吗？对吧？那这个剧，我们只是在诠释一个角色啊。是有些人他分不清的，他会觉得说你在剧里那么温柔，你现实当中也要温柔，那我们不得累死啊？我们演了很多角色，我们这个也要像，那个也要像，完了演不好还被人说你演技差啊，完了演技太好的话，然后又大家出不来。没有喜欢过，没有喜欢过直男不会，完全不会。就对直男就是就没有啊，就是因为我跟你们不太一样，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就不可能是直男啊，我喜欢的类型就是那种皮肤白白的，然后说话柔柔的，身上香香的啊，偶尔会可以骚骚的，就是我喜欢的是这种类型。直男会这样吗？直男可能说是身上臭臭的、酸酸的，袜子黑黑的，然后一股孜然味儿。对，就是他直男可能是这种感觉，我不会喜欢这种人，所以就是直男就完全不是我的菜。如果说有一个人，他身上就是有那种就香香的那种感觉，我就会非常喜欢。我喜欢身上有就是哪怕是香水也好，或者说你洗衣液的味道怎么样的，我觉得都是我想去闻，就是我想靠近，也不是闻，闻有点色情，就是想去靠近的一个理由。对，就什么篮球，什么体育生篮球衣那种酸臭味儿，什么什么怎么样的袜子，什么什么立在那儿。可能有一些人确实是有这方面的癖好，我也能理解，但是我自己是完全接受不了的。就比如说这个人就是身上有那种汗味儿，我其实都不太喜欢。就是反正我一开始接触的人都是特别爱卫生啊，然后就是我记得我接触所谓的第二任吧，也算是第二任吧。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每次就是见完面，然后洗完澡以后，他身上是香香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每次洗完澡的时候，他都会抹一些什么那个润肤乳啊之类的，身上就是我还记得那个牌子叫就是那个牌子叫碧欧泉，上就是那个是碧欧泉吧？对，应该是碧欧泉，欧碧泉还是碧欧泉，忘了。反正就他身上就会香香的，我就会很喜欢，因为我会觉得那个是爱干净有品质，对，多好啊，对吧？我觉得很棒啊。
有初步的印象。